打工人 ，It's time to cheer up。又在内耗了。不开心一点的话，美丽的容貌会累丑的。这是最后的警告，如果再不嗨起来，我们就要跳舞了。真没办法，打工人，开心点。Happy Happy。Happy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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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。打工人要开心啊！还喘气呢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。本节目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的。看了我的舞蹈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这就是我们本期的主题，开心点儿，打工人。今天我们的节目专治职场3大情绪困境：犯错焦虑、人设负担、情绪内耗，帮你一键清空职场负能量。首先来介绍我右手边的去班委经理，他们是3本勇闯大厂，捅了娄子右河房脱口秀演员王继业。职场身份转型期，精神状态很美丽，脱口秀演员张彩玲。全世界最懂打工人的 HR， 职场人的嘴替闷酱。还有5部全错但依然能笑嘻嘻的坐在那里，全能喜剧演员张伟伟。舞蹈担当，这时候开心了是吧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班委农人们，他们是东方卫视主持人、前女团成员、脱口秀演员于有匡。我才是真的舞蹈担当。全球范围内同时拥有3个身份的青山资本创始人张野。喜马拉雅疗愈助眠播客创作者王晨曦 CC。2025亚洲法律杂志中国15佳女律师刘思远，以及上海著名景点宛平南路600号白衣天使李黎。朋友们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组疯成这个样子。真的把宛平南路的人给我们搞来了。有数据显示，很多打工人是真的去里面寻医问诊的，所以案例之多，600号呢就直接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轻松上班打工人心病处方》，而我们的李黎医生就是这本书的主编。我今天来不能就是我白来。我得给大家来做一个心理体检。现在呢，在我们椅子上舒服的坐好，回到我们可能这2天遭受到的一些压力时刻。刚才跳舞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小人的这张图片上用彩色笔画出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搜集到的嘉宾的图画。哇！这个就是嘴里面一直画箭头，嘴贱，主要是。大家觉得这幅很幽默啊，但是这幅里面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元素。你看，就是他那个箭头，它其实是很尖锐的，可能他的工作跟他语言啊，就压力跟这个对人际沟通有关系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，他把自己的腿画长了一点点。张薇薇。朋友们，我们从非专业角度来看一下啊，你们认为病得最轻的，彩玲呢？彩玲觉得是哪一个？我觉得腋下出汗那个吧，但他画了很多哎，又腋下出汗又腿麻。就是他能把那个毒排出来，就像你很油，你就把油排出来，你也许内心还是很清新的，对吧？你懂我。你这边再来猜一下，就是你们觉得谁是压力最大的那个？我一直被第一排中间那个吸引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好像季叶。李黎医生，你哪个人是压力最大的？你最担心的？
最担心的可能是这2位，就是我们都说上面中间这个，它有很多防御性的东西画出来了，肩上挑着很重的担子，肚子可能也不大舒服。然后你看他的表情，他有点愁眉苦脸。还有这位躯体化，躯体化已经到躯体化了吗，老师？那我们问一下吧，中间的这一幅是谁的？彩玲姐，怎么了？我便秘。彩玲姐真来治病了，有没有肠胃的医生？就是我是很认真在画我自己，没想到他们说我像王继业。那这么听彩玲自己解释完，我们反倒还放心了一些。但至于这个可能存在躯体化的人是谁啊？确实是我。我中间听躯体化我都坐不住了，我就已经。怎么？你当时画这个的想法是什么？我当时甚至不光有自己的压力，我甚至有害怕李丽老师看不懂的压力，我还给他标出来腋下出汗、腿麻这种。但是我觉得腋下出汗确实发汗是一个比较能够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。哦，自己可以控制要不要发汗的嘛，就是我有压力。这样吗？这是关，这是开。对，我就多穿一好了，收。没有人，我相信在座是没有犯过错的吧？但是有一个人在我们场上错的是有些离谱了。脱口秀演员，谁更离谱啊？谁更离谱啊？太离谱了。嘿嘿。脱口秀演员王继业曾经在职场上捅过一个通天大漏。今年的1月份，我在公司处理业务，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，一共要发300万积分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说：“怎么给我发了7万块钱？”我当时特别紧张，我说：“干了什么？”我打开后台，原来是我点错了选项，我把积分错选成了人民币。有请王继业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脱口秀演员继业。但朋友们，作为为数不多有本职工作的脱口秀演员，真的很高兴来到今晚不加班。而且我也算是混迹职场多年了，职业履历怎么说呢？战绩可查。本人去年就是给用户错把300万积分啊发成了300万人民币。他们都叫我是互联网的散财童子，资本界的屠龙少年啊。而且说实话，当时发错300万的时候还挺内耗的。是的，我也会内耗，我也有羞耻感，朋友们，我也是个人啊。但直到我刷到一条新闻，说12306的工作人员给一名用户发错了800万，豁然开朗啊！真是山外青山楼外还有楼啊！发错300万，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太节约了。别人发错800万，我发错300万，里外里替公司省了500万。工作是我的福报，我是老板的彩票啊！现在确实也成为了楼子的代言人。我们这个赛道确实还比较小众，要进入我们这个赛道必须得付出代价，就公司必须得付出点代价。道上的同事都尊称我一声楼王，闯祸界的汤臣一品。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身心健康，我觉得作为互联网公司中这个为数不多的3本，心理不健康不行吧？我刚实习的时候心态巨好，真的，当时我的工作态度啊，就是既然这件事老板让我来干，那这件事我觉得就可以不干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只能做到一不做啊。就像小时候家里大人包饺子，总会给旁边的小朋友一个小面团，这么做肯定不是让小朋友帮忙包饺子，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不捣乱。这属于是领导干着我看着，领导凑合我掺和。我在职场的角色跟我爸在家里的角色是一样的，重在参与就可以了呀。谢谢。那会儿我段子都是摸鱼写，我老板知道我在讲脱口秀嘛，而且就很怕他会发现。真的，一旦我在工位上打字打快了，他就会很警觉。你干嘛呢？啊，咱们这个工作用不了这么快的打字速度吧？所以为了不让他发现，我都是一个一个打，很像发电报。我看我上班写的段子真的没有幽默感，全是紧迫感，写出了一种突破禁忌的快感。而且为了不让他发现，我还尝试在那个企业微信的对话框里写段子。
这个操作还是蛮危险的。这个操作的难点在于要时刻注意你的回车键，换行的时候要同时按住回车和 Ctrl。但是你们知道，有时候灵感来了是不受 Ctrl 的，所以我在微信最常用的功能就是撤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。然后干了1年多，我们公司也开始裁员了，有一个部门真的整整16个人，裁的只剩下4个。我说这哪是裁员，这不都快灭门了吗？我都感觉老板不是开人，他就是开了个根号啊。但是我那个心态都发生变化了，裁的人多了，我自己都有点想被裁了，很想体验那种暴富的感觉。你看别人是1夜暴富，我是 N+1夜暴富。裁员就是互联网的强制拆迁，平时可以当螺丝钉，咱们裁员的时候就可以是钉子户啊。哎，那会儿我就天天等着我的如意郎君踏着七彩祥云来开除我，但是人心险恶，最终没有把我裁掉。我的老板把本该属于我的裁员名额给用掉了，他把自己给裁了。第一次见自己向自己开刀的啊！上一次这么干的老板叫东方不败。但也可以理解，他来公司5年了，他也想被裁。离职的时候，公司赔了他好几十万。以为他是如意郎君，没想到如意郎君带了把如意算盘啊！你们能听出来，我现在真的越讲越颠了，真的有点疯了。老师，咱们宛平南路还有床位吗？有。但我确实真的发现，现在打工人发疯都没有潜伏期的，不走程序，牛马都是直接发疯。有那种被同事卷得受不了的叫龙卷风，有那种负责的大项目被搞黄的叫大黄蜂。然后被公司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叫没超风。但朋友们，别看我工作情绪这么大，嘴上说我干不了，最后还是把工作完成了。我觉得咱们就是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，咱们就该发疯发疯，该用功用功，身心健康，节节畅通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季爷，这么健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精彩精彩精彩！感谢王继业。一段发疯式脱口秀，哇！说实话，现在王继业可以把300万当一个段子讲出来，但当时犯错心态是什么样的？当时候还是就是想死，就是发错之后，我有5分钟是面对屏幕是就还有一个没说，就当时你知道吧，我是1月2号发了这个300万啊，然后月底全年的要发1900万。我的天哪！所以1900万是 OK 的。是的，要不然我就不会只讲300万这个段子，咱们就有新的段子了。好的，我们搜罗到了全网打工人捅出来的职场篓子，有没有比王继业更精彩的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有一次，我开救生艇去接老板上船，浪太大了，3个老板掉下去2个。这是不是另一个老板的阴谋啊？这是，他要夺权，他要给老板点外卖，不小心给他注册成了骑手。这就是那个海上救起来唯一的老板。老板有一天会用得到。确实楼外有楼，感觉还是看别人捅的篓子更舒服一点。OK， 感谢网友们的精彩分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所以我想听听各位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对于犯错的焦虑？思远，我的团队没有容错率。尤其我们如果接的是大案子的话，你想别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，然后这个律师给你原件丢了，上诉期过了，诉讼时效没有起诉，哇，你肯定不能接受。而且是我们同圈所之间的竞争，就是高手过招，就看谁棋高一招。所以我怎么解决没有容错率的这件事情呢？就是复核。一个人如果你是能做到90分的，那就再复核一道，叠 buff。哎，我被上级复核出来了，我就把自己的短板不断补上，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6边形战士。明白了。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小的，就是我在一个综艺上，我介绍小鹿，我不知道我当时咋想的，我说下面有请另一位脱口秀演员。脱口秀演员。脱口臭演员。不臭啊，挺香。但我感觉就是这个捅篓子这事儿，你发现没？要不然就是脱口臭这种篓子，就是其实你认为很尴尬，在整个世界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儿，就无所谓。要不然呢，你就捅的是像他这种篓子太大了，以至于无法追责。
一般人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这2种篓子，你不用太担心。哦，你这个思路倒是还蛮有趣的啊。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个能力去捅300万。谢谢张医生。我要是他，我都不活。面对这些打工人，李丽医生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可操作的方法，给我们开一个解压处方？我们发现啊，就是过高完美主义，就是越是会对细节很敏感的，就陷入那种犯错的焦虑里面，他就很可能后面的抗压能力会小。是的，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脱敏的训练啊，就心理脱敏，心理脱敏，可以给自己每天一些犯错的机会。哎，维维讲的真不错，维维。啊，我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。哦，我们今天 KPI 都完成了。我就下次做节目不带红酒杯。从哪儿掏出来的呀？你还真带了呀，哥。谁会不带红酒杯呢？做节目好奇怪的。哦，非常感谢李丽医生，谢谢。真正步入职场之后，大家会忽然发现，为了做好事，有时候不得不去立人设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在这方面颇有心得的门枪带来他的脱口秀，有请门枪。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今天呢，聊的是打工人的精神状态。我不太理解节目组这个用心啊，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，聊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啊。你知道我的精神状态是什么？就是我的精神状态就是那种被狼性文化给洗脑了，但没有洗干净，就是介于狼和哈士奇之间，反复横跳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还是通一点人性的。坚持住，挺住！坚持住！不，我觉得打工人有各种精神状态都是很正常的，我们都是用劳动来换报酬，稍微演一下，稍微装一下也是可以接受的，应该的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立职场人设的福利期，朋友们。比如说刚毕业的时候，就可以选擅长整顿职场的实习生，这是一个人设。身体不好的养生达人，脾气不好的能力者，这些人设都可以帮我们免去很多很多烦恼。真要我选，我要选一个人设，叫做有很多房产的本地人。好，这样一来，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很有底气，就会少来刁难我，而且我是一个上海人，上海人。每天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一大串一大串的房门钥匙，就这样上来。别人上班打卡是滴滴滴，我上班打卡就是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滴滴滴滴滴滴。同时我挨门枪，你每天上班是怎么通勤的？我说我看情况吧，看我昨天晚上住哪套房啊。哎呦，老板，我门枪，你怎么周末的时候不回微信？我说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在郊区宅基地，信号不好。当然，立人设也不是万能的，朋友们。比如说偶像剧主角这种人设就不能随便立，有的是会不靠谱。哦，我试过的。我在做 HR 之前是做猎头的，有没有接过猎头电话的吗？啊，你是猎啊？哦，接下来可能会冒犯你一下。还有人没有接过猎头电话，为你们感到不开心的。我一开始不知道猎头是怎么回事啊，所以就是还没有自我介绍完就被别人挂电话。然后我观察了一些猎头前辈，他们是怎么去跟候选人沟通的，我就总结出来一条规律：只要把自己变成劣质偶像剧中刻板的傻白甜形象就好，越刻板越好。举个例子，我打电话给这位男观众，我说：“哥哥，你能力这么强，背景这么优秀，你老板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呀？”哎呀，如果我是你老板，我一定会给你升职加薪的。在你休息的时候，我不会来烦你，给足你空间的。哦，我不方便讲话，老板在旁边啊。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吵架哦。然后他就被我搞定了啊。这个段子的反应很有意思。最有意思的就是男观众和女观众听这个段子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女观众听了会感觉，哎呦，
男观众一听是，哎呦，我好像是老板对我不太好的，是要跳槽了，是要跳槽了，接力发给门枪，发给门枪。但是偶像剧的套路也不是都管用啊，比方说公司财务不可能拿着一叠发票，边晃边用顾里的语气对你说，没有签名的发票就是一堆散沙，风一吹就没了，不合理。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于，现在都是电子发票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他真的把我发票一扔，我会说，喂，把发票理一理。他肯定会对我说，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有名字，我叫财务。第二，发票你自己理。那我如果带入偶像剧，我怎么回答他？我说，今天的发票你爱理不理，明天的报销你支付不起。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作为一个卑微的打工人，能够准时下班就是我的福报。当然，最大的福报是逗观众开心。哎呀，观众朋友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大甲方啊！哎呀，说到甲方，哦，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呢？水中贵族，贵在水源。每一滴百岁山都源自于地下深处岩石层，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。多喝水，喝好水，做优雅职场人。好，只要人设不崩塌，工资就能准时发，下班还能按时到家，早八 action 到点喊咔。现在我给自己喊了一个咔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门枪。感谢门枪带来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好了，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人设，李总，对吧？就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说，哎，就是他，油腻，做作，霸总，但他恶心，哎呀，很多还有很多这样的词，但却忍不住爱他，究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脸吗？是的，我就是这么不要脸。所以，有时候我要立弱者人设，有时候立强者人设。有人觉得说弱者容易被欺负，有人说强者不会被欺负了吧？很多活都派给你，到底怎么办？应该是立强者人设，还是弱者人设？我分对外还是对内？怎么说？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是个老板，我觉得商场如战场，你真的是要厮杀的，是这个时候你是弱不了一点的，但是对内，我在团队内部大家都很真实，就我也不需要小朋友在我面前去逞强。哦，你的能力面和我对你的认知对齐是最好的，这样我给你的工作任务是你的能力可以 cover 住的。然后至于能者多劳、强者多劳的问题怎么办？我觉得就是钱没给到位。哦。然后你要给下面所有的人一个整体的发展空间，当他们遇到天花板的时候，你能帮他打破。哦。我一直说，我不是想做一座山，让每个人成为我山上的一棵树，我是想说，大家每个人都是一座山，然后连成一座山脉，强强联合，形成这样的一道屏障。但是，实话实说，只是说你在工资上多给一些，但我认为不值得，就是把青春全赌在这个事儿上。但我觉得这可能对他本人来说，他自己的成长是比你给的钱要更有意义的。对，但我也觉得，其实年轻人应该在很多地方成长啊，因为你身体最好的就这几年，你把可以到处旅游的时间、疯狂谈恋爱的时间全用在工作上了，而老板其实他到底能给你多少？是，但也有可能他比如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偷转了300万给别人。张总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我可能更偏向于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吧。哎，我们每天看创业者开会的时候，我进到会议室里边，可能会见到一个新的创业者。我坐在那儿第一件事是要调椅子。如果他是一个特别的气场很强的人，我会把椅子调高一点；如果他是一个气场特别弱的人，我会把椅子调低一点。平等对话，去创造一个让对方舒适的或者是平等的一个空间。基业。我在职场中啊，是忍者。哦，我倒要听一听。比如说，老板交给我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我如果不想干，
我就拖着，我就忍，就老板骂我，我也就是拖着，我就不干。他如果问我说推进到什么程度，我说再推进了，老板。到最后就看谁能忍住，忍不住了。我们公司分上忍、中忍、下忍，我属于下忍，就是到底看中忍忍不住还是上忍忍不住。是，对，然后就谁忍不住，那就如果他忍不住，他就会把这个活交给别人干。哇，如果我忍不住，那我就硬扛下来。哇，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在职场中，既然立了人设，我们就不要怕人设崩塌。我在实习的时候也会有，比如说帮很多人忙，所以他们就会刻意的把活交给我啊。但我可以突然就立一个霸总人设，我不干了，我也把一个红酒杯掏出来，你们爱干谁干吧。你虽然自如，但是我刚好跟大家说一下，彩铃看他的眼神啊，特别像是那种家里不干家务的男人。不是，我不太明白他这赔300万的人设咋切换的？你明天给公司挣回600万，你再切换一下子。我换个公司姐，就是我。在我眼中，基业不是忍者，他是武者。对。然后昨天呢，我特别开心，做到王基业的资料，他正好在直播，我想说太好了，看看他最近在干嘛。从 Yes OK 跳到了 Pick Me Up。哇哦！来一个！哇哦！怪不得刚才咱俩跳舞下来，他一顿骂。哎呀，还好不是我。哎呀，还好不是。所以李黎医生，能不能给我们的打工人一些职场人设的解压处方？其实呢，这个我们说的人设啊，就是很像是我们心理学说的这个叫社交面具。哦，是。可能我们在不同的这样的场景里面，会选择不同的社交面具啊。我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做回真实的自我。可能大家都要修炼吧。谢谢李黎医生，谢谢。大家别看我平常是一个霸道多金的李总，其实我内心也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开心点吧，打工人。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李医生的解压处方，让我们彩铃姐带来她的脱口秀表演。大家好，很开心来到今晚不加班。真事儿啊，我来的路上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我说我要录综艺了。他说聊啥？我说打工人说老板。我老公说这样不好，要打应该打老板，不应该打工人。就是你说你嫁给他就不说，有点对不起自己。哎呀，导演组邀请我的时候说我们办了一个节目，主要是帮打工人吐槽老板。彩玲姐最近忙啥呢？我说最近组建个小团队，忙着当老板呢。导演说：“那你的同事吐槽你吗？”我说：“肯定啊，我觉得这个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其实就像处对象，他但凡还愿意吐槽你，就说明这日子吧还得过。他如果真找着更好的了，他才不吐槽呢，他直接跳槽。”在我们公司啊，有一个特殊的工作方式，就我们同事剪完视频会带着电脑过来给我看。每次我看视频的时候，他们电脑的右边就疯狂的弹出各种信息，然后那个微信群名起的都非常直白：加班老板长雀斑，加班老板长黄褐斑，加班老板长老年斑。我说咱公司这群就班味儿也是有点太重了。我说你们知道不？我是能看见的。他们说对呀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工作消息，我们就是在群里疯狂发张大铁表情包，就是想让这个群名在你面前滚动播出一下，生怕你看不着。我说但是你们为啥就专挑着我的脸来诅咒呢？就好像我要是老让你们加班的话，我这脸就别要了。他们说还得是老板，一下就 get 到了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现在的工作状态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们都是00后，他们根本就不惯着我。我能跟他们和平相处，并不是因为我天生是一个随和的老板，这是我们同事奋斗出来的结果。因为老板都是被惯出来的。我刚当老板的时候，哎呀，刚开始学的也是一些很浮夸的东西。以前最烦组织团建，现在觉得团队的狼性需要训练。
以前最烦领导开会，现在觉得我的想法必须传达到位。别人说我的膨胀有点失控，我说这叫转型期的阵痛。这就是老板。但是老板如果要是总整这些虚头巴脑的，员工就得被带着虚头巴脑，没有办法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策划说，我说我要去录一个东西，你给我写一个小段子吐槽我。我那个策划说，姐，你要想让我滚蛋你就直说。我说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再说咱们是专业的公司，那叫裁员不叫滚，反正都一个意思，财源滚滚嘛。然后我那个策划就，哈哈哈，姐你太幽默了。我说你演的也太浮夸了。他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说我以前跟我老板也这么笑，就是老板出梗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笑啊，好笑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啊，都是这么笑的。所以我很庆幸我们公司00后他不惯着我，他们跟我说话非常直白，我告诉他们咱们别拐弯抹角，他们是真听。他们请假的方式都非常的抽象。就前2天有个同事跟我说，姐，我要休息1个月，我要减肥。我说那为啥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减呢？他说我上班只能吃垃圾食品才能活下去，我只有不上班啥也不干，不上班的快乐才能支撑我吃那种干净的鸡胸肉那种脏东西。我说那你上班就不能忍受鸡胸肉了？他说不能，因为我上班还得忍受你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我觉得职场的很多内耗其实消耗了很多没有必要的能量，那些能量干点啥都可以。刚才我来的路上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这么想，就是老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吧，他就像外卖小哥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有的时候权力不对等，只因为一件事儿，就是你的饭在他手里，他可能电话突然间打不通。他可能突然间玩失踪，但是你都不要在乎，因为你不需要喜欢他，你只要拿到他手里的东西。你如果把这个心态调整成这个，我觉得会缓解你很多职场的内耗。你也不用怕老板要真你不哄他，他就辞退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比起有话直说，有一说一，老板更怕的是赔偿 N+1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彩莲。说实话，彩莲姐虽然当领导了，但她真的还是很懂打工人，不应该把所有的情绪都放在职场里，职场之外也需要找到很多的情绪支点。我想问问我们在场的嘉宾，你们在职场之外有没有什么解压的方式？柳柳，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好睡眠，哪怕我加班到12点，那我就会刷一些好玩的综艺。那有一天我就刷到了李总。然后我就丢到了闺蜜群里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人好油啊！”然后被油糊一脸，就非常开心的去睡了。然后这次来，我还跟导演说，回头要李总的几张签名照，我要回去带给我的闺蜜们。要随身携带吗，哥？你这口袋里面有多少东西？你们不会随身带几张照片吗？我偶尔会揣一支笔，但是3天了没有人找我签，好像你没带笔，我就给你用吧，行不行？谢谢。哦，就是我可以当场拥有签名照了，是吗？当然了。谢谢。我可以教你一个小妙招，给员工还不要那么大的压力。比如说，艾米，你这个 case 你再做完你就给我滚蛋，不要这样说。这个 case 再做不完，我就要 case 你喽。咦，报警！我要 diss 你喽！是这样，你会接到我的律师函的。刘丽那照片，你看扔哪儿合适啊？镜头带不到。那张薇薇呢？我回家吧，就是回家是我特别踏实的一个地方，很真实的环境，你在活着的那种环境。那你现在是假活着？哎，有。你比如我俩那个年前干那些活的时候，比如你这个演的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你下一个演的是那样一个东西，就跟昨天你完全是割裂的。但在表演里我是统一的呀。也没见到有人把戏路窄说的这么。那彩玲姐呢？我这很肤浅，我就是有时候晚上压力大了躺在那儿，我就想象我自己有30个亿，然后我到底怎么花？因为我有时候想在上海买一栋楼，有时候想去中东探索一下。因为你想想，真正有31个亿那些人，他每天干嘛？他也想这些事儿。那你没有这个钱的人，
你这不享受了一样的快乐吗？我还挺纠结呢，有的时候到底这个钱怎么花。你这30亿，你给季业4天，4天。这次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？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工作压力感觉非常的大，然后就经常失眠，失眠就导致我的恶性循环。那个时候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，最后居然演变成了哮喘。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在努力的调整我的身体状态，调整我的睡眠去冥想。如果你能睡个好觉，那相信你就能解决人生中99%的问题。我的解压方式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另一半，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在年前的某一天，他是落地虹桥，然后呢我是要从虹桥飞，然后我们两个凑了一下航班，凑出了20分钟来，我们两个就在机场短暂的相处了20分钟，那20分钟感觉就像2个人在充电一样。在那过后，我就突然明白了，我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，就是我是会有人等，然后是有人在期盼的。没想到吧，除了油之外，还有一些真情在呀。其实我们职场上打工人的情绪切换也是巨快无比的，具体有哪一些表现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个是开关哦，这个是开关啊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方案3点半之前能不能写完交给我？我2点半就给你，留1个小时改第2版。你这最佳员工不给你，给谁？给谁你倒是说呀！去年也说给我，最后还不是给了李川儿？我算是想明白了哈，这个破班谁爱上谁上，反正我这一点也挺爱上的。哎呦，小伙子，这里又没人的啦，你演给谁看？阿姨，随手关门，公司是我家，爱护靠大家。再说了，这个门呐，你开着，公司这个空调电费很贵的。我为什么要管他们的电费？我每天在家里熬夜加班，他们给我报销过电费吗？啊！哦，这下好了，我还要拿扫帚，真的是。公司真好。哎呦，小伙子，你有点不对劲呢。你这个这什么东西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阿姨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好像是被这个门所操控的呀？啊，这个门啊？对呀，它好像能操控我的情绪。对呀。Well。组长，你怎么从侧门进来了呀？我的路从来不拘泥于形式，我最爱的是初恋那件小事。谁问了？哎，不过组长，这大周末的你怎么来公司了呀？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为了要跟大家告别的。你要辞职啊？当然，我一出内环就会过敏。见过苍天的雄鹰，怎会忍受得了这麻雀的小小天地？这一方小宫位再也控制不住我，这个牢笼挡不住我无限喷涌的才华。哎呦，谁喷的油啊？我的洗洁精呢？哎，组长，不过我听说你跟老板有矛盾。怎么了，组长？怎么了？我上个月 KPI1/10都没有完成，被那泼皮老板狠狠骂了一通。嘴上我说着要离职，可内心想着，怕着老板辞退我。小朱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你不住。哎呀，这倒也不是什么对不对得住我。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组的，你连你自己的组员都认不齐，这 KPI 完不成很正常的。组长，老板电话。我已经离职了，为什么要接他电话？组长，你就接吧，你给他道个歉就完事儿了。跟老板道歉？
老板，是我，求你别挂我电话，求求你，我想你。我向你提出严正警告，如果你不在3秒内向我道歉，我就给你跪下了。这次是我失误，你原谅我一次好吗？好的，我接受你的原谅，搞定。哇，老板的心思还真是完全无法参透啊！我感觉你应该已经完全被他参透了呢。果然啊，任何人都逃不开我的拿捏。你们啊，都被这扇门给拿捏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过来看哦。真好，对吧？人呢？这张桌子上那个人呢？来，写到哪儿了？这写的差不多了。来，自己看。你把第一段复制了20遍，给我粘贴下来是什么意思？老板，我没想到这个 AI 写的这么差呀。你还用 AI 啊？人李川回都自己写，写的也非常好，你就不能像他一样吗？李组长他的月薪是2万，我是5000。有趣。如果真的像那个保洁说的，这扇门开着是老板现在的状态，那这扇门关上才是老板真实的状态。我说他没说你是不是？啊？你挺大个个儿，你一天晃来晃去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就在我这儿有口饭吃，除了这个门，你啥也不是。啥也不是。当初招聘的时候说要和人家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，而现在，哎，这个门儿怎么对组长有用，对老板没有用啊？嘿嘿嘿嘿，高高还没睡着呢。哎呦，爸爸还没下班呢，高高。爸爸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上班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小猪猪，这个其实很简单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把这段删掉，然后网上抄一份就完了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你不生气了啊？怎么能生气呢？我们小猪猪这么好，我怎么能生气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高高，等一下，爸爸有个电话啊。你催什么催呀？啊，我已经在赶进度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快点写。哎，高高，爸爸哄你睡觉好不好？爸爸给你唱个歌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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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啦，啊，你们是不是上班都上昏头了？这都几点了？啊，整栋楼最吵的就是你们这个精神状态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精神最稳定的是那扇门哎。你们现在都要赶紧接受治疗了，只剩最后3个小时了。这3个小时过后会怎么样啊？在3个小时那边那个医生就要下班了。哎，没事啊，这个东西啊不用治啊，我知道。您知道？看我的，高高。喂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爸爸呀，现在就回家，因为今晚不加班。我在这里的真实人设是一个很容易 emo 的嘤嘤怪。对于职场内耗，很多打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话想说。李丽医生，还有没有什么打工人的解压处方给我们？我们为什么容易陷入内耗？支持你工作的地方是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大脖的大额头之下哈，叫前额叶皮质，它是我们的理性脑，又叫工作脑。如果它能够一直高效工作就好了，可是为什么这个不行？有的时候我就内耗呢？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，这叫边缘系统，是我们的情绪脑。比如说啊，我今天受到批评了，然后我一下那恐慌的、焦虑的情绪就在这儿泛起来了。泛起来了，我们人类的工作机制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工作他宕机。哦，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你是很难调动你这个理性思维去完成一些任务、逻辑推理或者是高效工作的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可能做一点事情可以迅速启动这儿。怎么做？全场我们都可以做，它是一个手脑协调游戏啊。先来我们拆解呀，先右手为枪，啊，左手4个指头为鸟，这要一枪打4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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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枪打4鸟。这好难啊！
这确实挺难的。是。有些老师做的特别好。然后我现在练到什么程度来？1只鸟，2只鸟，3只鸟，4只鸟。哇！啊，我们回去练，可以跟孩子练，可以跟老人练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张薇薇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晚了。感谢李丽医生。但是我刚才感受到了，其实全场听这个解压方法听得最认真的是彩玲姐。我觉得李医生这个解压的方式真不错。说到这个放松休息呀，我也有一个小妙招。什么呢，姐？那就是多喝水，喝好水有益身心。来，让我们喝一口水中贵族百岁山，做情绪稳定的优雅职场人。干杯！大家一起干杯！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啊，我们再请各位嘉宾每人一句话吧，来帮我们的打工人解一解压吧。王基业，工作其实没那么重要，咱们想大笑时就大笑。职场是一场长跑啊，不要在意一时的快慢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吧。如果现实打了你一巴掌，你就跟他击个掌。哎，不错。吾日三省吾身，吾没有错。学会与自己和解，和压力做朋友。做不了朋友也没关系，到600号和我做朋友。感谢我们所有嘉宾真诚的分享。最近我听说啊，很多打工人解压的方式呢，就是唱歌，尤其是合唱团的形式。那我们今天就请来了巨福合唱团，为我们带来一首他们改编的职场小确幸，有请。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，免费领取5天会员，补充你的精神食粮。哇，这么多人！我再多问一句，是下了班赶过来的吗？是翘了班赶过来，是翘了班赶过来的，果然班味都淡了很多。我清早挤进电梯中，困得像发疯，忽然看到作业方案竟被甲方抽，我暗爽点开工作群，这就像邀功，谁知手画表情报废已过2分钟。今天晚上不加班，只加幸福感。晚霞映在我肩头，是我的奖章。焦虑崩溃有内耗，没成就感只好，还有美好的生活做我的解药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官方微博，也可以进入今晚不加班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边看边分享你的观点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。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的现场。今天的主题是职场出走的决心，跟所有的工作说拜拜。人有新一代的主持人，更好的主持人，有你什么事儿？54岁还被裁，面试了59轮。希望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没有一句是真话。我老板在我离职半年之后也离职了。离职之后1个月，我们部门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在吗？我秒回爱过。倪萍老师，你要为我做主。孩子，内娱也就这样了。